忏悔录，奥古斯丁的信仰、怀疑与救赎之旅。奥古斯丁，西坡，公元354年至430年，是西方基督教思想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的作品《忏悔录》至今仍是基督教文学和哲学探讨的基石之一。《忏悔录》成书于公元397至400年间，既是奥古斯丁的自传，也是他对恩典、罪恶、追求真理的深刻沉思。这部作品记录了他早年的生活、精神挣扎以及最终信仰基督教的过程。它不仅仅是个人的历史叙述，更是对人类存在的深刻哲学和神学探索，思考人类与上帝的关系。奥古斯丁的生平。奥古斯丁于354年出生在今天阿尔及利亚的塔加斯特，成长于一个罗马帝国正经历剧烈变革的时代。他的母亲莫妮卡是虔诚的基督徒，而父亲帕特里修斯则是一个异教徒，直至临终时才信仰基督教。奥古斯丁的早年生活受到了多种宗教影响，同时也充满了知识追求和道德挣扎。年轻时，奥古斯丁深受摩尼教一种流行的二元论宗教的吸引，还曾被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所影响。尽管他在知识上不断追求，奥古斯丁的个人生活却充满了纵欲，尤其是在男女关系和追求个人地位方面。他在享乐与寻找意义之间的内心冲突，成为忏悔录的核心主题之一。忏悔录，一部精神自传。忏悔录由13卷组成，每一卷都聚焦于奥古斯丁生活中的某个阶段，并对这些事件对他性格与思想的塑造进行反思。前9卷详细记录了他从童年到信仰基督教的成长历程，而第10至第13卷则集中探讨记忆、时间以及追求真理的哲学反思。忏悔录以一段强烈的自我认知开始：你创造了我们，使我们归于你，我们的心灵直到安歇在你里面，才得平安。这一开篇就深刻传达了奥古斯丁的神学观点：人类的心灵只有在与上帝合一时，才能找到真正的安宁。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回顾自己如何在世俗的享乐中寻求满足，包括男女关系、社会地位和哲学追求，但最终发现这些追求无法带来真正的满足。其中，奥古斯丁在第8卷中对自己信仰的描述尤为感人。他在与罪恶的内心斗争中，听到一个孩子的声音呼唤他，拿起并读。他随即打开圣经，读到罗马书中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直接触及了他当时的精神危机。这一刻成为奥古斯丁生命的转折点，标志着他完全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开始。忏悔录中的主题。忏悔录不仅仅是个人的叙述，它还是对几个关键主题的神学探讨。以下是其中一些最重要的主题。罪与恩典的本质。奥古斯丁在书中深刻探讨了罪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如何倾向于远离上帝。他著名的上帝赐给我贞洁，但不是现在反映了他在欲望与对这些欲望破坏力的觉察之间的内心斗争。最终，奥古斯丁意识到，只有通过上帝的恩典，这是一种无偿的、自由赐予的礼物，他才能从罪恶中得救。时间与记忆的问题。在第10至13卷中，奥古斯丁思考了时间和记忆的本质。他反思了记忆如何塑造我们对世界的感知，过去、现在与未来是如何在心灵中交织。那些关于时间的哲学思考超越了个人经历，触及到人类存在的形而上学问题。追求真理。奥古斯丁的知识之旅是忏悔录的核心。他在不同的哲学和宗教体系中不断探索，每一个体系都试图解释世界的奥秘。最终，他得出结论：只有在上帝那里，真理才得以显现，因为上帝是所有智慧和知识的源泉。自由意志的角色。尽管奥古斯丁强调恩典在救赎中的决定性作用，他同样强调人类自由意志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个人的信仰既是神恩的结果，也是人类自由意志的选择。祷告的力量。在整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时常与上帝直接对话，通过祷告来沟通。他的祷告展示了他深刻的谦卑，对上帝全能的认识，以及他渴望灵魂得以转化的愿望。
忏悔录的遗产。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对基督教神学和西方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对人类内心的探索、对恩典的神学洞察以及对时间和记忆的反思，至今仍然引起读者的共鸣。这部作品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思想家，如托马斯、阿奎那、马丁、路德，甚至现代哲学家让·保罗·萨特也承认奥古斯丁对存在主义的影响。自问世以来，《忏悔录》被誉为西方文学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它不仅仅是奥古斯丁个人历史的见证，更是一部深刻反思人类灵魂、信仰与救赎的哲学著作。对奥古斯丁而言，他的忏悔不仅仅是对过去错误的回顾，而是对神恩改变一颗充满罪恶和迷茫灵魂的宣告。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不仅让人得以一窥这位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的生活，还提供了一个深刻的信仰、怀疑与救赎的探讨。它至今仍然是人类灵魂与神的永恒追求的经典反思。